黛西来了吗？他还没来。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比我的助理来的还早？因为您的助理下班时间比您晚啊。哎，怎么了？在我还是助理的时候，我从早到晚一直在工作，就像长在办公室，长在律所。我也一直在工作，我从昨天到现在我就睡了3个小时。你是嫌我给你的工作太多了吗？不是，我是觉得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你是不是特别享受这种别人求你帮忙的感觉？我觉得助人为乐是美德。黛西小姐，你是我的助理，我给你发薪水，你应该协助我的工作，而不是一味的帮助别人，好吗？如果你真的很享受这种感觉，你应该去做菩萨，而我们这庙太小了，装不下你。你怎么就不问问我到底为什么迟到？你去拯救地球了吗？什么拯救地球？你到底是要继续跟我争执，还是工作？工作。快递公司丢失了客户一件裘皮大衣，法院最终只判赔45元。你看一下，上诉期限只有3天了。3天，这时间也太紧了吧？就3天。你为什么找我们？可是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多理由和借口？去不去？去。你刚才是不是有点儿？玉不琢不成器。你今天有点不正常，到底怎么了？如果你非常坚定地认定，比如说一男一女，他们俩在一起不合适，你会怎么做？那要看我跟他们的关系了。如果我跟他们的关系很远，那我什么都不会说。毕竟我跟他们关系很远，我肯定不太了解他们。那如果很近呢？如果一个是我的姐姐，另外一个是我的同学，我又非常的了解他们，我认定他们两个不合适，那我就会说，我会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俩不合适。可如果说了，他们还是要继续，那你准备下一步有什么行动？罗琦是你的姐姐，她是一个成年人，就算她找了一个人，这个人你不认可，或者说基于你的理解，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可靠的人，你还是要尊重你姐姐的选择，哪怕她就是选择了一个不靠谱的人。为什么？既然你已经判定了他们的未来，那就像你预判到了一个官司根本就不可能赢是必输一样，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感情和官司不一样，感情是一场经历，是没有输赢的。爱过、痛过、分手，比起压根儿就没有爱过，或者没有勇气爱过，你觉得哪个叫输，哪个叫赢？谢谢。不客气。要我去叫你的助理，告诉他你有工作找他做。谢谢。哎，张姐，你请进。好，好，好。我爷爷。爷爷，爷爷，你好，张姐，以后由我来照顾你了。哦，你好，你好，好好。哦，你要有事儿，你先忙你的吧。我这也干了不少家了，这电器什么的我也都会使啊。没关系，我再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家厨房那煤气不是特别好使，那个您用的时候小心点啊。没事，我去看。你上班去吧，我没事儿啊。哎呦，刘阿姨，刘阿姨，早上你家没人来送货的，我就直接收了。麻烦您了啊。没事，都邻居住着。那行，我走了啊。哎，谢谢您，谢谢您，刘阿姨。哎，谢谢。关上门去您。我给你倒杯水啊。哎。您喝水。好。什么东西啊？谁送的？啊，没事儿。那个张姐，我先走了，有事您给我打电话啊。好嘞，你放心吧。
金子涵快递的裘皮大衣价值44600块，他当时还提供了购买时候的发票。法院一审判决快递公司赔偿45块，依据是邮递费是15元，而且邮递的时候未保价，所以按照所收取资费的3倍赔偿，也就是45元。你接着说。快递小哥在丢失快递之后呢，他就写了一张欠据，他承认自己丢失了裘皮大衣，但是在法院上他又开始翻供，他说他写这张欠据是因为金子涵胁迫他写的，而且他在取件的时候并没有打开包裹，所以不能确定里面到底是不是裘皮大衣。这个案子的重点不在快递小哥，他是职务行为，不管他有没有写欠据，法院都不会判他赔偿客户裘皮大衣，即便就是他丢的也不会，一审就是这么判的。所以你要找到他，了解情况，请他配合。我觉得很难，他肯定怕承认了，到时候人家让他赔。但是现在问题的重点是，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证明是裘皮大衣的人，因为是他去取的件。那客户是通过什么方式下的单呢？微信。金子涵下单的时候确实说了是裘皮大衣，当时快递小哥还建议他保价，然而他并没有。那就好，那你就让客户陪你去一趟快递公司。如果能和解最好，如果不能和解，就把证据想办法固定下来。不用客户陪我去，我自己去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让客户陪你去。为什么？因为如果官司万一输了的话，客户会认为你跟快递公司串通。不会，我替他打官司呢，他还怀疑我。客户有的时候并不总是相信代理人，所以相信我，就按我说的做。饿了吧？啊？不饿。刚才有人告诉我说，昨天晚上只睡了3个小时。我想没时间睡觉的人，肯定也没时间吃东西吧？中午想吃什么？您请客吗？当然。那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喽。当然。一会儿我们别吃面了吧，吃面了容易长胖。你这么瘦还怕胖吗？我当然怕胖啊，哪个女孩子不希望自己瘦一点？哎，罗律，吃了吗？一起吧。啊，我不了，你们吃饱还有事。麦飞，哦，主任，对不起，我没看见您。吃饭了吗？没。一起吧。哎。我先过去做了啊。好的。帮我来一碗面。到时候要点这个。这些东西吃起来不是更胖？那又怎么样？我喜欢，2份儿。喂？啊？我这儿有点吵，我出来跟你说。你怎么了？你别哭啊，你好好说，怎么了？哎，你爷爷这事儿吧，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算是在那儿悬着。他们也不能卖你爷爷的房子，但你爷爷的确是稀里糊涂的签了一个贷款协议，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你最好的办法是，我建议啊，暂时搬出去住。你惹不起躲得起嘛，啊？本来你说了要走了。我就把你的客户都给了别人了，没事儿，我给你开发新的客户。对了，齐老板，我的确是跟他们说了要换律师，但是他们的要求很严，必须要经过他们的认可才能换，到现在还没换成，那就不换了。还是你。谢谢您。
对，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嗯，你慢慢打，我先回了。没事没事，您继续说。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你是说我的助理吗？他又去拯救地球去了。他就是太不会拒绝别人，你可以教会他，也可以让生活教会他。刚才有一个人打电话说要见你，谁啊？一个女的就说想要咨询点事情。你告诉他我不提供聊天服务。我已经替你约好了，对面茶楼 V3包间。这个人是谁啊？何必？何必？何塞的姐姐。他并没有说，但是我听出他是何必，我也没有说穿他。既然他不想让我知道的话，他有事儿为什么不找何塞呢？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事情不想让家人知道，这也很容易理解。可是我跟他并不熟，他为什么要找我呢？可能就是因为你跟他不熟吧，越不熟越好说话，越不熟越没有负担，对吧？对面茶楼 V3。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是应该代表地球感谢你？是这样的，佳音姐刚给我打电话说，中午的时候有一群人冲到她家去了，问她要钱，如果不还的话，就要强制执行她的房子，那她都活不了了。你应该去自杀干预中心工作，我要不要帮你写封推荐信？罗老师，那个您抽空的时候能不能看看她的案子？他不是我的客户，也不是你的。那您的意思是，无论他是死是活，都跟您没有关系喽？你这是道德绑架。我警告你，我最恨的就是道德绑架。他一直在哭，是真的精神崩溃了。他还跟我说他想死，但是呢又觉得如果就这么死了太便宜那些骗子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他想杀了他们。你是律师，他需要的是一名心理医生，走吗？天下有那么多律师，林佳音怎么就盯上你了？因为其他的律师都把他给拒了。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跟他说你也帮不了他这个忙？我只是他会一直找你，他会不断的跟你寻死觅活。你要么做好准备，半夜接到他电话，他哭哭啼啼跟你说他要杀人或者他要自杀；要么你就早点跟他说你也帮不了他这个忙，你手头案子太多。或者你可以说利益冲突，一个律师要想拒绝一个案子，有很多办法。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哎，凭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他们凭什么要强制执行我的房子呢？这个问题，我刚才跟您解释过了。我是年龄大了，我跟这个社会已经脱节了。没有，没关系的，没关系，我可以再跟您解释一遍。你就不打算帮黛西一下？是他自己惹的。你来就是大半天，车轱辘话来回说，我看他需要去的是医院。这些都是他必须要经历的。这个名单上的人，帮我约一下。每一个吗？每一个。这些都是刘英美的生前好友。你怎么知道？我去参加了她的告别啊，还替你送了花圈和挽联呢。那你怎么知道每一个都是刘英美的生前好友的？这些人每一个都送了挽联，挽联和借条一样都是实名制的，对吧？我说了，我没验过货，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您就跟我说您什么时候发现包裹丢了的，行吗？我那天取完件之后，就去边上的另一家取快递，我就把这个包裹放在台阶上了。我走的时候忘拿了，回去找的时候这包裹就不见了。这法院判决书上也说了，我不承担责任，
我就是一快递员儿，您说里面是个裘皮大衣，值好几万，你就是把我卖了，我也赔不起呀。您别紧张嘛，我就是过来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了，人家告的也不是您啊，是公司啊。那公司让我赔怎么办？你赔啊？单子上有提示，凡是价值超过500元的，都建议保价。您看，这是他自己没有保价。您看啊，我们都知道这条呢只是建议性条款，快递公司不能因为这一条款就免除了因为丢失快递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其实我们是严重怀疑快递员和客户之间恶意串通。客户要寄个包裹，说是裘皮大衣，快递员上门取货，然后就把东西给整丢了，既没有验货，也没有保价，然后他们说多少钱，我们就得赔多少钱。您觉得这样合理吗？但是你们的单子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的确是裘皮大衣，而且客户他也提供了这件大衣的原始发票啊。您就别白费口舌，咱们还是法院见。法院判多少钱，我们就赔您多少钱。不过根据邮政法，这一审我们最多赔付您邮资的3倍。这邮资呢是15元，所以我们最多赔40元。根据咱们律所的新规定啊，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啊，我们要过会讨论一下。那么今天呢，就请黛西来讲述一下快递丢失案。我们呢是原告，一审判决呢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已经提出了上诉，但是对方呢没有任何和解的意愿。下面呢，不好意思啊。喂，黛西来给大家讲一讲。好，我知道了。但是快递公司并不是邮政企业，邮政企业指的是为社会提供邮政服务的公用企业，而快递公司呢，它是暂属于我国邮政管理部门代管的民营企业。我同意黛西说的，快递公司的邮件属于快件，所以这个案子的赔偿依据应适用于民事法律规定。不好意思，这是一个客户的电话。处理接。好。以后咱们定一个规矩啊，别总是开会的时候这个手机此起彼伏的响，好不好？对不起，医院刚打来电话，林佳颖割腕了。你们继续。佳颖姐，您别想不开啊。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如果再有人找你麻烦，你就跟他们说，请跟我的律师去谈。石头床家属去交一下费吧。能缓缓吗？这样我去，在哪儿交费？1楼收费处，我带您过去。佳颖姐，怎么样啊？还疼吗？你们都是好人，我本来都已经绝望了。您千万不要绝望，你要帮我呀！我知道之前是我对不起你们，我也很内疚的。这次我可以写个字据，只要能帮我把房子保住，我一定会想办法把所有的律师费都给你们，包括上一次的。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您放心。别再干傻事儿了啊！他没有子女吗？医院为什么联系你，不联系他的孩子呢？他的孩子都在国外呢，正往这儿飞。佳颖姐让我跟您说，等他回头有钱了，就把您垫的住院费什么的还给你。没关系，他还不上的话，我从你工资里扣。他没有其他亲人了吗？他跟前夫闹离婚的时候都闹成仇人了。不过他有一个哥哥，可是也不怎么联系了。
所以这种人啊，特别容易被当成猪，还是大肥猪。什么意思啊？诈骗算犯罪，但是骗感情就很难说。那如果通过欺骗感情而实施钱财诈骗呢？关键是你怎么证明这样一段感情算欺骗，或者是一段正常的寿终正寝呢？比如说，穷书生进京赶考，遇到后花园赠金小姐，后来呢，这个男人中了状元却不认小姐了，这个男人犯罪了吗？那他最起码也应该把钱还给小姐吧？那如果这个男人既没有中状元，也不爱小姐了，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认了呗，就当做是投资失败了。所以，坏人学了法律，或者说经过专业人士的指导，就可以设计出一套完美规避犯罪的赠金剧本。只要按照剧本演，就很难定他们的罪。所以您的意思是，他们把自己装成了穷书生，各种各样、各种类型的穷书生奔赴在各种中状元的路上，然后专门邂逅那些特别缺爱的后花园小姐。把缺爱的后花园小姐当作猪，把建立感情关系叫养猪，有专门的养猪指南，还有专业的猪饲料。专业的猪饲料？对啊，怎么认识，怎么搭讪，怎么聊天，什么时候表白，怎么表白，这就叫猪饲料。然后把你喂肥了，杀猪，杀你个片甲不留，倾家荡产。对。我就觉得佳音姐她遇到这事儿吧，特别的套路。你说，她怎么就莫名其妙遇到一个阿星？怎么就莫名其妙在阿星的鼓舞之下就签了一个什么担保协议？行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先让你那个佳音姐把委托代理合同签了，具体的细节以后再告诉我吧。那个代理费呢？走法律援助吧。谢谢您。是我谢谢您。是您给我积福了，给我积德了。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接林家映？让法律的羽翼温暖每一颗渴望正义的心。是您一直跟我说，律师应该多做公益，要多帮助弱势群体吗？律师是职业，法律咨询只是工作，是工作就要有报酬，成就感绝大部分来自于一个人收入了多少。这话也是你说的吧？是我说的。可是我现在觉悟提高了呀。为什么你的觉悟突然就高了呢？因为您领导有方，诲人不倦啊！别给我嬉皮笑脸的，我发自肺腑。我没在给你开玩笑，我也是认真的。你知道吧？现在有些黑恶势力也有律师。律师如果参与到黑恶势力里面，那么他们就应该被剔除出律师队伍。那你再告诉我，劣币驱逐良币是怎么回事？奸钱日繁，挣钱日亡。奸钱驱逐正钱是非常残酷的，所以才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挺身而出的成本有多高？你计算过吗？我不知道怎么计算正义的成本。罗宾在办公室，你快去吧。啊，好，我刚刚是去见客户，不用跟我解释，我又不是你老板。好嘞。要不我一会儿再来。别，你们聊吧。我还是那句话，我保留我的意见，暂不上会。谢谢。
这份协议是1个月之前签的。那么林家映是什么时间认识耿星虎，又是怎么认识龙斌的呢？也是在1个月前。那也就是说，他们认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签了。他们以借款必须由出借人扣押担保人的各类证件为由，骗取了佳映姐的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还有离婚判决书的原件。这是林家映的陈述，龙斌肯定有另外一套说辞。龙斌是骗子啊！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骗子？他肯定是和耿星虎串通的。证据呢？因为带他们做公证的人名字叫做将军。将军是骗子的意思吗？带麦飞爷爷做公证的人名字也叫将军，所以我怀疑他们是个团伙。就像您上次跟我说的，他们这种人都是有剧本的，他们有好几套剧本，对不同的人下不同的套。不是说你怀疑，你觉得，是要有证据。证据。去公证处签字的时候，应该是有录音和录像的。那就请你去公证处把录音和录像全都拿回来。好，那我现在就去。要回来。怎么了？你不要去了。我去，我可以的。你不可以，你没有律师证，他们很可能不配合你。把这个材料回去再梳理一下。林家映应该还有些事情没告诉你，他应该全部都告诉我。他肯定对你有所隐瞒，再去问。罗老师，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啊？林家映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既然不相信他，那你为什么要接他的案子？是啊，我为什么接呢？我现在还真的有点后悔。难道说我当时只是头脑发热？哦，对，因为有人在我耳边说为了正义冲啊，所以我就冲出去了。德斌，你有空吗？我刚好要出去一趟。去哪儿？怎么了？有事儿吗？封印跟你说了吗？什么事儿？你最好别沾林家映。谢谢，我已经沾了。你可以找个理由拒绝。我找不到理由。比如说你病了。我没病。我不能咒我自己。罗律师，我刚好要出去一趟。我不是来找您的。知道林家映为什么找不到律师吗？不是因为他没钱，没钱可以打风险代理，而是因为他的案子风险太大。我喜欢风险。不值当。他们找我麻烦也不值当。小偷团伙作案的时候，如果有人提醒失主，他们会把那个人往死里打，而且是当众。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他们以后偷东西的时候，再没有人敢说话。我刚才碰见罗宾了。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是过来找我的呀？没有，当时还有一个女的追着他说什么事儿呢？哦，黛西，对不起啊，我跟他说点事儿。啊，那你在那儿等我一下。怎么了？你知道他是谁吗？我知道啊，莎莎嘛。那你知道他跟任小年什么关系吗？怎么了？他来找你干嘛？咨询呗。我是问他来找你，你跟罗宾说了吗？还没有，他叫我先别跟别人说。他叫你别跟别人说，他大摇大摆来咱们律所找你。他本来呢是想约我在外边见面，说要请我吃饭，可是我没有时间。你也知道的，现在何塞老师让高峰管着我们，我们但凡不在律所就要跟他汇报，去干什么啦，去哪儿啊，恨不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长一点都要跟他讲。我是提醒你，鉴于任小年跟他关系特殊，鉴于任小年跟咱们律所关系特殊，你最好不要沾。明白了。
嗨，我来了。他是不是不让你管我的事儿啊？你怎么哭了啊？你在找我吧？我那时候可瘦了。哪个是黛西啊？黛西？没有黛西。他不是你同学吗？他是你同事呢，他所有事你都知道吗？啊，不是，我的意思是，他怎么没出现在你们毕业合照上？啊，那可能是感冒了，或者拉肚子，也有可能压根就没毕业，都有可能。你拍它干嘛？我那个拍下来回去问问他为什么不在啊？我劝你慎重。为什么？我听说他在你们律所挺特殊的。你知道王丽她是怎么得罪我们所主任的吗？不是听说是你们主任嫉贤妒能吗？不是，我们主任有一助理，给的薪水挺高的，大家都不服气。主任说他牛津毕业的值这个价，然后王丽就去查了一下，结果发现不是，主任面子上就过不去啊。所以王丽之后在我们所就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哎呦，我得上去了啊，何塞找我。你是律师，你告诉我该怎么办？这个分手它是属于私事儿，不归律师管。如果你们有什么共同财产需要分割什么的，那还归律师管一管。我就是有啊。您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越快越好。不要写成流水账啊！不要写成流水账。要找到跟你核心观点对应的事实，或是能印证你核心观点的事实，着重陈述，加深印象，明确诉讼目的。好的，着重陈述，加深印象，明确诉讼目的。你不要简单的重复我的话，好不好？不简单的重复您说的话。诉讼律师的最高境界就是律师的代理意见成了法院的判决意见。我没有重复您说的话，但是你说了我要说的话。律师的代理意见做了法院的判决意见，这就是诉讼律师的最高境界。何老师，我努力，争取达到最高境界。越快越好啊！但是千万别写成流水账，着重陈述，加深印象，明确诉讼目的，逻辑清晰，表述重要事实和你所持观点的关系。诉讼律师的最高境界，那就是自己的代理意见做了法院判决的意见。对了，律师的代理意见做了法院的判决意见，这就是诉讼律师最高的境界。哎，你现在很不错嘛，啊，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是你说了何塞老师想说的话吧？我觉得何塞老师说的对啊。哎，咱们律师在法庭上引用的法文，那不都是别人写好的、说过的吗？哎，你最近跟孟小雨走得挺近啊。你可别误会啊，是他想跳到咱们所，我们俩别的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我倒没误会啊。顾杰之前不是也挖过我吗？可是后来我没去他那，就是因为觉得跟孟小雨在一块工作，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尴尬。我说，你俩不会真谈过恋爱吧？没有，真没有。那你尴尬什么？他到处跟别人说我跟他谈过，其实我们俩就是一块上了一个考研培训班，最多就是在一块吃过几顿饭，别的就真的什么都没了。你这个事儿吧，我最多也就只能给你提提意见，因为我只是罗宾的助理，我不能够自己单独接案子的。其实我在找你之前，我已经找过他了，可他立马就拒绝我了，肯定是怕得罪任小年。不可能，罗宾他绝对不是这种人。如果他拒绝你，一定有他拒绝的道理。是这样的，任小年呢，他之前是我们律所的客户。虽然他后面换了律所，已经不是我们的客户了，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如果你要跟任小年打官司，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你的委托的。那为什么呀？因为利益冲突。可任小年都不是你们的客户了，这有什么利益冲突啊？按照律师职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
在担任常年或者专项法律顾问期间，或者合同终止1年之内，在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为法律顾问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对立方接受。我一句都没听懂，你说慢一点，我真的听不懂。我说简单一点，好吗？就是我们曾经是任小年的法律顾问，现在虽然他换了律所，但是在1年之内。 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他对立方的委托的。如果说你要和任小年打官司，那么你就是任小年的对立方。可是现在马上满1年了，马上满1年，他也没满1年呀，对吗？差1天都不行。要不这样吧，你要是太为难的话，你介绍你的同学或者朋友给我也行，只要是你信得过的，我求求你了。黛西。 我求求你了，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啊。喂，佳颖姐。黛西呀，我接到法院寄给我的起诉书了，他们告了我，他们真的告了我，你说我可怎么办呢？您别着急，我现在马上过来找您一趟，您等我啊。好，拜拜。 这样吧，我介绍一个我的前同事给你。哦，好，你信得过就行。罗老师，干什么慌慌张张的？这个，林佳颖跟我说，当时耿新虎追她追得非常紧，他们本来打算合开一家公司的，这个协议是耿新虎主动提出来的。这是一份入股协议。没错，根据这份协议，林佳颖和耿新虎打算合开一家公司，他们的注册资本一共是5000万，林佳颖占5%的股份，也就是250万。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因为他之前也没告诉我，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他对你有所隐瞒，你偏不信我。我也问他了，他跟我解释说他不是有意隐瞒我们的，是他自己都忘记了签过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忘记了？那你有没有问过他还忘记了什么？哎呀，那些就先别管了，就光这份入股协议本身就非常有问题。您想想，5000万的注册资金，5000万，如果真的有这5000万的话，他们怎么可能还会缺林佳颖这套房子呢？他的这套房子根本就贷不到几个钱。从民事法律关系上看，对方起诉林佳颖有证据，可以申请法院直接执行，但是林佳颖起诉对方诈骗，缺少证据。龙斌用的是真实身份证和真实姓名。 有走账记录，还有他林佳颖的签字，形式上是完备的。这是典型的恶人先告状。但是对方证据确凿，因为他们打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要打官司，所以他们的证据链条是完整的。他们是一个团伙，他们合起伙来去骗林佳颖，有人扮男朋友，有人扮投资人。他是弱智吗？他是受害者。他还不如是弱智呢。哦。 你在干什么？我这肩膀抽筋了，有点疼。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瞪我干什么？你以为你眼睛很大吗？我告诉你，你最好想办法证明他是弱智，或者他精神有毛病，这样我们的胜算还能大一些。罗老师，这事儿真的不能怪他，他面对的可是一个团伙。怎么证明？啊，将军，您找到将军了没有呀？
我不用你教我怎么找人，你现在闭上嘴听我说，马上现在再去找林佳英，告诉她，让她回忆起每一个细节，还有电话、微信记录每一条全部都想起来，包括耿星虎的。 龙斌的和这个案子完全相关的每一个事情都要想起来，要相信你，不要难为情，每一条都要给你听，你也要听下去，好吗？他说这是他的隐私，怎么办？那就告诉他，我的原则是我从来不接我不相信的案子，我也不接不相信我的客户。怎么了？牙齿也不舒服？ 好笑吗？还有，记住，以后不要在我背后搞小动作。我背后有眼。严格来说，青春损失费属于民间说法，当事人关于青春损失费的主张，也是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的。那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跟任小年白白在一起这么多年，他送给我的房子，现在分手了，我还得还给他，这不是鼓励男人不负责任吗？如果你和男人谈恋爱，法律支持在分手以后，男人给你一套房子作为补偿，这不是变相支持男人包养女人，对吧？沙女士，你先别生气，我刚才可能措辞有点问题，我马上给您出律师函，您先坐。我刚才呢是在给你沙盘推演一下，那这样，就按照你说的，房子是他给予你的赠与。你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吗？有。那我们先不提青春损失费，房子是他给予你的赠与，赠与呢是不能随便撤销的。早这样说不就行了？那您看，咱们那个代理协议，你先写出来给我看看，我如果觉得行，咱们就签。好嘞。给你的独家配方。有事儿找我？你忙吗？还好，你说。那我就长话短说了。我是我姐的助理，但是她手头上没有什么案件。你要是有其他的小案子呢，自己忙不过来的，你可以给我来做。可以啊。那个裘皮大衣丢失的快递案，是不是快开庭了？你对那个案件感兴趣？好啊，你去找戴希说。好的。佳颖姐，您现在有空吗？我想过来找您一趟，有些情况需要了解一下。嗨，还没下班呢。我要去见一个当事人，很讨厌的当事人。你怎么知道的？都在你脸上写着呢。亲爱的，罗宾让我告诉你一下，那个快递丢失案交给我做。罗老师，我觉得您这样做特别的不对。你怎么可以把我前期已经几乎快做完的案子，你就这么移交给兰兰了？是，我是你的助理，这一点错都没有。但你不能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吧？你这样子的话，说的轻一点，你这是没有顾及我的感受；你说的重一点，你就是根本就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哎呀，对，
说完了。嗯。那我来总结一下。你冲进我的办公室，先是质问我为什么把这个快递丢失案交给兰兰，然后强调这个案子是你的，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给了兰兰，就是对你的不尊重，对吧？好。那我们现在来明确一下。首先，这个案子是我的，不是你的，因为你不具备独立办案的资格。其次，我们现在律所有非常多的案子，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尤其是林家英的案子。按照我的原则，我是不会接的。但是按照你的原则，我接了，本着对客户负责任的态度。既然接了，就要全力以赴。所以说，放手一两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完的案子给需要案源的同事，这有什么错呢？再说了，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擅自做主接待了与本所存在利益冲突的案子，这怎么算呢？我已经跟莎莎说了，我们不能接受她的委托。然后呢？我事先并不知道她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她在电话里也没有告诉我，所以我还以为是跟她个人或者是她亲戚朋友出了什么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儿跟任小年有关系。那在你知道了跟任小年有关系之后，你做了什么呢？我就让他去找别的律师了。没有给他推荐别的律师吗？他求我。我问你的问题的重点是你有没有给他推荐别的律师，而不是他有没有求你。范小天，真是有爱的行为。小金刚刚接到法庭的电话，通知他下礼拜开庭。你跟小金商量一下，就说我给他推荐一个全球排名前10法学院毕业的律师。你不亲自出庭吗？你现在就去跟兰兰交接一下。去啊！好。怎么回事啊？我忽然有点崇拜何塞。因为他的助理从来不敢跟他对抗。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你也经常会说何塞，如果他找的人连他都不敢对抗，那怎么期望这个人去和邪恶对抗？没错，我还记得何塞非常生气，说我羞辱了他。因为你把他和邪恶相提并论。有的时候正义也会和邪恶相提并论，比如，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你晚上有空吗？我陪你衣服，我陪你衣服。全都在这儿了，下周开庭，具体的你问丽娜吧。谢谢啊。有空一起吃个饭吧。不了，我有事儿。我还没说什么时候呢。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有事儿。你好像一脸的不高兴。我确实不高兴。是因为我抢了你的案子吗？你说呢？我就是随口跟罗宾说了一嘴，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快就答应了。你当然想到了，你要是没想到的话，你就不会张这个口了。那你要是不高兴的话，那我把它还给你喽。不了，我还有别的案子呢。那你要是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哈。谢谢你啊。哎，戴希。哦，何塞老师。你是从兰兰办公室来的吗？对。他干嘛呢？助人为乐。助人为乐。你刚才没有回我微信，所以我就过来了。哦，我没顾上。忙什么呢？这不是那个快递丢失的案子吗？嗯，
罗宾把那个案子给我了，给你了。我毛遂自荐。其实我那儿也有很多的案源，如果你要喜欢的话，我可以跟你分享。谢谢。啊，那个，你刚才说关于损害你衣物的事情怎么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司法解释，损害他人的财产，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为计算标准。被损坏的财产完全损毁、灭失的，按照该财产当时市场上对应的价格标准按全价计算。如被完全损毁、灭失财产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以上的，按照折价后的价格进行计算。如财产部分毁损，应当按照由于毁损使该物价值损失的相应市场价格标准计算。那你看，何塞律师，您不能根据侵权责任法对我进行赔偿。那我应该依据什么？我记得刑法里面有那么一条，故意损坏公司财物，涉嫌以下情形之一的，应以立案追诉：一、造成公司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的。你这件衣服5000元以上吗？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关于8种侵犯财产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通知，故意损坏财物罪，数额较大为5000元以上，数额巨大为5万元以上。您刚巧够上了数额较大的标准。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过失。你就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你就是。我不是。那我总得有犯罪动机，对吧？你没有吗？哎，你说怎么会这么巧啊？都是被骗了房子，都是富强公证，而且还都是同一个受托人。你找我来就为这事儿啊？啊，不然你以为呢？我以为咱俩又哪个汉子碰上了。这不就是碰上了吗？我记得你爷爷刚出生那会儿，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一团火。我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现在时常感到万幸。我们家那事儿幸亏我发现的早，我爷的房子算是保住了。可后面发生好多事儿都没来得及跟你说。担保公司派人去我们家骚扰，来了一群流氓。你只要报警的话，他们就说是经济纠纷，是要账的。你能说什么呀？他们已经把法律都给琢磨透了，人家也是有组织、有管理的。他们觉得把你骗得倾家荡产，那是你应该交的智商税，都这么想。现在林家已经被他们逼到活不下去了。股民炒股血本无归，也被逼得活不下去了。那你能告荐股人吗？对吧？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他们这是犯罪，如果不把他们绳之于法的话，他们会骗更多人的。我真的帮不了你。爷爷不是和江军认识吗？哎，我爷爷是我亲人，林家硬是你的客户，你的当事人。行了，别管了。那今天晚上我去看看爷爷呗。我们现在不住那儿了。啊？惹不起还躲不起啊？房子是保住了，他们老来人骚扰啊。我在安居客上找了一间房子，我们暂时先搬过去了。那你现在住哪儿啊？我晚上约了事儿。久等了。好吧。季大姐，你怎么又回来了？手机忘了。
哎，那是上楼电梯。你不下班，躲在这儿吃什么呢？我在等林佳映呢，他突然放我鸽子，让我等他。喝吗？我刚才喝仨了，没事。想让我跟你说实话吗？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想说林佳映他为了让我接他的案子，所以呢故意对我有所隐瞒。他怕他都跟我说了，我就没有那么同情他，我也就不会接他的案子了，是不是？哼，有的当事人很奇怪，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律师。林佳映呢，他之前被别人骗过，这样的当事人你更要小心。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大不了输呗。这不是最坏的结果，这案子如果你输了，他们可能会纠缠你，让你赔房子。让我赔房子？凭什么呀？他们的逻辑是，官司如果打赢了，他们的房子就能保住。现在如果因为你输了这个案子，房子没了就得你赔。哈。哎呀，丽娜姐，你把我说的都开始怀疑人生了。我就是跟你提个醒。我知道，谢谢。你跟麦飞真分了？当然是真的了，我骗你这个干什么？我刚才在楼下看他上了一辆豪车，就刚才。应该是客户的车吧？廖主任最近给了他一个特别土豪的客户。挺好。什么挺好？你们这样现在挺好的。不错。拜拜，我走了。拜拜，接着吃吧。罗宾律师，您是？我叫李德彪，之前也是干律师的。我们之前见过吗？我现在早不干了，干律师太辛苦了，而且没回头客。您想啊，谁家成天到晚打官司，除非是犯罪团伙，那业务量可以，常年有。今儿这个兄弟进去了，明天那兄弟出来了，今天这个抓了，明天那个判了。普通老百姓赶上一回打官司，找您打，您要是给人家打输了，那得天天到律师所去闹去，就算是赢了，那也是一锤子买卖，业务量不行啊，对吧？那既然不干了，现在主要是讨债。我有个客户呢，正好跟您有点关系，想托我找您谈谈。您是他的律师，找我谈，那就别在这儿谈。明天来我律所。哎呀，我一看见您呐，就看见当初的我。我当初跟您一样，特别有正义感。就是后来呀，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医院住了半年多啊。你想干什么呀？没想干什么呀，我就想跟您聊聊。哈哈，您要是忙，我就不打扰您了。啊，这是更衣室，没监控，您放心。我是好心。怎么会见？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黛西办公电话。Siri 没有找到黛西办公电话。
黛西。对不起，请您再重复一遍。黛西是要给黛姬打电话吗？你才待机呢！处理起交通事务，医院住了半年多了。麦飞电话。好的，给麦飞打电话。我接个电话。喂，罗丽。麦飞你好，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急事儿要找黛西，你知道她在哪儿吗？罗丽，我这边有事儿，我等会儿回给您啊。知道林佳音为什么找不到律师吗？不是因为他没钱，没钱可以打风险代理，而是因为他的案子风险太大。小偷团伙作案的时候，如果有人提醒失主，他们会把那个人往死里打，而且是当众。你知道为什么？奸钱驱逐正钱是非常残酷的。我是好心。丽娜电话。现在是下班时间，这里是丽娜的机器人助理，请问你有什么事吗？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现在有点急事儿要找黛西，你帮我找到她家的地址。现在就要。我在美容院呢，刚敷上面膜，挺贵的。不要开玩笑，明天我送你一筐面膜，现在马上发给我。九龙山站，九龙山 Station。佳音姐，佳音姐，我知道您在家呢，我刚看到了，您家灯亮着呢。佳音姐，佳音姐，您要是不开门的话，我就报警了啊！林佳音，佳音姐，佳音姐，您怎么了啊？没什么，你怎么了？这是啊？听我说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吗？没关系，我来都来了，您摔哪儿了？我带您去医院去看看好不好？听我说，我今天真的不舒服。没事儿的，哎，我带您去医院去看看。再见行吗？你是让我进来吧？您到底是怎么了？这是为什么脸会肿成这个样？喂，喂，罗丽，对不起啊，我刚在忙，您说。我有点急事儿想找黛西，但是她电话一直没人接，我想问问你，她有没有其他的联络方式？